来，请看。我真的需要爱。我前半生因为受太多的挫折了。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呀？我因为找到老崔，我真的能享受到爱了。我真的曾经快死过。生活是什么呀？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作为一个女人，我等待这么多年，保持每死一个纯洁的内心，难道等来就是这么一场折磨吗？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平静的生活。这是一个有20年年龄差距的一对忘年之恋。让我们首先请出在小片当中那个泪如雨下、希望有个家的女生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小雨，34岁，来自北京，无业，学历是本科。来，有请小雨。你好。你好。在这个短片里泪如雨下，你跟男朋友谈了多久恋爱了？3年。在此之前谈过恋爱吗？有过一次很受伤的经历。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家里欠了很多钱。我在那时候本来学习成绩不错，由于这个原因不得不半工半读。我当时一份工作是要餐厅干服务员，然后下了班之后我又去做服装批发这样。然后晚上去北京大学读夜大。您经历过这种生活吗？您能理解这种生活吗？什么生活啊？这种为了一个目标去奋斗，然后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不挺好吗？挺向上的呀。这种生活没日没夜，没有任何休息，没有任何关爱。您作为一个主持人，也许您可以一夜成名。您能理解我们这种草根为生活奋斗付出多少努力吗？我没伤害您吧？没有，我只发表我的意见而已。我就说了您一个生活阳光积极向上，您干嘛就这么说我呢？我受到的痛苦太多了，我觉得您根本理解不了我。我们怎么不理解你？我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，然后没日没夜去读书，持续了将近到24岁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30多岁，当时我们一起合股做生意，他跟我说他是离婚的。我当时24岁的时候，我没有谈过恋爱。这个年龄的时候，也许您是在花前月下，您是在谈恋爱。你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吗？我当时就是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啊，就是为了在工作呀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刚开始跟我说他没有老婆。后来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发现实际上他有一个就是跟他同居的女人。没猜错的话，你被欺骗了是吧？这回您反应很快，咱们终于好像能达到一点共识了。我理解那种在生活碰到一点困难的时候，或者有困境的时候，人的那种自我保护，总觉得好像都在攻击。其实我也没问什么，我就说了一个你读夜大真的挺阳光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就不知道怎么得罪您，这都不说了，没关系哈。那对不起，可能是我情绪太激动了，因为我刚才上台之前我已经哭了又哭，所以我可能情绪有点激动，那我就对你 say sorry，OK？没关系，我们接着说您的事儿。我觉得最严重的是，当时他就是生意上也在骗我，比如说挣了1万块钱，这个男人甚至可以就给我100块钱。当时我发现这些情况之后，我就跟他提出分手。最过分的是，我走了之后，他还要跟我圈里的所有的人诋毁我、重伤我呀，就是希望我不要能在别人那儿工作，弄得我众叛亲离。当时我有段时间非常的消沉，非常颓废，我真的在家待了1年这样的。你是在3年前认识你现在男朋友的，对吧？对。你在小片里哭得很伤心，说跟他这么长的时间了，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说法，指的是什么？现在我们生活有了很多的困扰。这老崔这个人是心地是特别的善良的一个男人。心地善良，就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男人。虽然您很帅，但是他内心比您还要美丽。
这个您是天津电视台最有魅力的主持人，但是我认为他比您还有魅力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定的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是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们接下来见见这位老帅的老崔吧，好吗？来，有请老崔。你呀，有事说事儿。你怎么这么气哼哼的上来？他有时候脾气不太好啊，你知道吗？犯急。我看今天咱们还是提出分手吧。我呢，我比你岁数大点，知道吗？感情还在。我真不明白，你的前妻，你怎么能还能跟一个他说他前妻离婚了，然后还前妻跟他根本就不断关系？你说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真理解不了。因为我前妻有精神病，是2级重残。精神躁狂，他犯了起病了以后。哪个女人能承受这些事儿啊？您认为？我不相信这些，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。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，麻烦您稍微克制一下，好不好？作为一个女人，根本忍受不了这种生活。人家他家庭现在什么情况？请打住，我很理解你，你的大体情况我是非常了解的。3年前跟这位崔先生认识了，1年之后2个人就在一起生活，靠什么呢？靠在北京崔先生承包的一个车厂。生活也还可以，但是恰恰崔先生有一个儿子，每天都会问崔先生要500块钱。今年他是27岁，在不久前，崔先生的儿子因为携带毒品被关了起来。崔先生的妻子精神有疾患，在他妻子清醒的时候，崔先生跟他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但是崔先生出于对于一个精神病人的关照，其实是一直生活在一起的。接下来我想问你，今天你跟他提出分手的原因是什么？您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个从来不上班的人，家里什么也不干，然后就是天天就玩网络游戏，然后晚上就出去夜店啊，把他爸的钱全都把着，然后最过分的时候他在停车场堵着门，就是只要收入的钱不给他就不行，每天就留给我们20块钱生活费。在这段感情里，你特别担心老崔的儿子会影响你们的感情生活，是吗？不是影响，而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让人就是完全忍受不了了。因为他有一次，他儿子我去帮老崔做家务嘛，他儿子然后就骂我，说绝对不能让我跟他老爸结婚。只要一结婚就把我打出去，就这样的骂过很多次。您说我本来我原来就挺饱受创伤的一个人，我为什么跟老崔？我不就图他心好吗？他能给我一份温暖，给我一份爱，是不是这意思呢？你这认识老崔之后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跟他一起看停车场。对。据我所知，好像现在停车场也不承包了，是吧？对。那你们现在靠什么生活呢？我现在我有退休工资。那您干嘛不出去找一份工作呢？找了一些临时的工作，现在的矛盾的焦点是什么？你希望怎样跟他在一起？他怎样你就跟他分手？您想我们能怎么样？您觉得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，您给我出主意。我是一个智商很高、情商很低的人。您那么帅的主意肯定是非常管用的，您给我出主意吧。我来人目的就让您给我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您的想法。听我说，现在的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我那儿子进去了，前妻就长期住院了，3月9000块钱。他们爹妈早逝，哥哥姐姐都结了婚了，没人管。因为我不忍心嘛，我这么着，我才行，明白了。帮助了他。那今天您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来的目的，我跟小雨就是解决这问题，还希望跟小雨好，是吗？对。那你不想跟他好的理由是什么？最主要的是他儿子的问题，我觉得前妻的问题，我可以慢慢的找方法理解，慢慢的包容。但是我觉得他太纵容他的儿子了，跟我承诺过很多次，他说他以后不再纵容他的儿子了，以后会慢慢的让他儿子独立。那您说作为一个女人，谁不想要有一份完整的家庭啊？我现在已经承受的太多了，就付出的太多了。我会好好待你的，小雨。不是说我是没心没肺、没有肝的人，孩子是我的骨肉，前妻我不能不管。你心里一直想的就是你的前妻、你的儿子是吗？那你这几年你真的爱过我吗？你还是只是为了找一个伴儿啊？是吗？我真的爱过你。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是吗？
我现在不爱你，我不能上这儿来对表白，是吧？哎，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的看法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雨，爱情有好多种，一种电光火石般的一见钟情，还有一种高山流水的得遇佳音。而你们两个经历比较坎坷，在一起相依为命，也是一种爱情的存在形式。而你要清醒地意识到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面临的问题是远远多于大多数的情侣的。其实你们两个之间并不是年龄的问题，核心问题在哪儿？2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提给你，你要学会尊重，从你一上台和主持人的沟通到你和他的沟通，处处字字都透着一种不尊重。不是，这个您理解错了。平时我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我最近承受太多了吧，然后可能情绪太激动了。下一个问题就是老崔的，就是你是否对你前妻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？我觉得是对的，但是关键的核心问题来了，你对儿子那种方式，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。如何能够经营好你的家，同时能够把你的儿子拉回到正轨上来？你现在对你的儿子不要再抱有养育之心，而是要教育。我直接就给老崔一个建议吧，儿子暂时放一放，你的女朋友应该放在最关心的位置上。从他这种坎坷的经历，包括他刚一上台那种状态，他是一个缺乏安全感，也甚至有一点自卑的状态的人，所以他需要一个非常稳定、非常一个有未来、有一个幸福感的这样的生活状态。没有自卑的心理。蒋丽浩，我没有自卑的心理，我没有过自卑的心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阳光一点没有必要这么愁眉苦脸。你的男朋友这么爱你，然后我们希望共同经营一下美好的未来，我也让你可以有安全感，让你觉得未来有盼头。我从来没有自卑过。一个人在场上向众人越是想表现什么，恰恰说明他缺什么。其实我认为女方完全没有必要故作洒脱，故作坚强。如果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应该真诚地袒露你的心。你有过坎坷苦难的过去，也有过非常伤痛和悲哀的爱情，所以你认为世间都亏欠你的，然后你再找这种亏欠，希望能够得到它，来补充自己完美的人生。而老崔恰恰相反，他是怀着一种亏欠的心态在生活。他认为我欠我前妻的，我欠我儿子的，我要弥补他。一个要弥补，一个找亏欠，那么这两个人就走在了一起。这么说来还挺合适的。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在于，两个人缺乏的都是勇敢。老崔敢于承担，但缺乏真正支撑下去的勇气。而女方小雨，我认为她缺乏这种勇气，缺乏这种包容。就像他在舞台之上，我们丝毫没有看见过你对老崔的爱。如果一个继续找，一个继续给，这样下去，到最后就会山穷水尽。山穷水尽之时，也就是两个人劳燕分飞之时。任何事我都在弥补，尤其小雨我也在弥补。您认为这几年来，尤其是在我们没有钱的时候，然后我跟着他，你首先一点，小雨，你能不绷着那样说话吗？你想哭你就哭咯。一个女人要那么硬干什么呀？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你。我就是不想在别人面前哭，因为我希望我是坚强的。我觉得我承受再多事，我都希望我是乐观，我是能笑着生活的。坚强不是表现在语言上，坚强是表现在真正的生活态度上。你说你刚才你哭的时候，你把那些一切都放下的时候，你的形象在我们内心有了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反转，让我们感觉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你。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包容一些，能够真正的对自己的以前的过往和那些伤痛客观一些，不要被自己的抱怨蒙蔽住头脑，
你在你自己上场之后，你一直在抱怨，你被抱怨蒙蔽了双眼，使你看不到其他的一切。你现在把它完全放下，认清楚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，50岁。我不想抱怨，我真的，我其实什么也不想抱怨，我只是想解决问题。你想解决问题，你就跟老崔有商有量喽。今天啊，小雨的母亲来了是吧？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小雨的母亲。来，我们请上小雨的母亲，有请。是眼睛不好是吧？对，是眼睛不好。小心点抬肩。对于他们俩这段感情，您怎么办？我首先感谢老崔对我闺女的关心和爱，我把她从低谷里拽出来了。可是呢，我不同意他们的婚姻。第一个呢，他岁数比我闺女大的太多了。而且他的家头的事儿，一个前妻的事儿，咱们可以谅解的。关键他太溺爱他的儿子了，这样就是对我的闺女实在是不公平。而且我闺女也得不到幸福。我希望我闺女得到一个完整的爱，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听明白了，阿姨，您听我说，我对小雨的爱情是忠贞不移的，我好好照顾她、爱护她。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因为你说的太多了，永远你也做不到。行，您的态度我们都明确了，就是不太希望女儿继续跟老崔交往下去，对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这意思。好，谢谢您哈，哎，来，谢谢请回，您小心点。好。今天其实有点荒唐，大家不去面对现实，而是纠结在一些历史当中。儿子今年27岁吧？我儿子对吧？27岁。你看我没记错，27岁。请问，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，请问您说的纠结在历史当中指的是什么？我正在说呢。OK， 那您继续说吧。一个27岁的孩子，他的形成、他的习惯绝非一天。要想逆转太难了，您可以不同意，我只发表我的观点。我想我们在这儿不是给别人指手画脚的，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想法真诚地摊在这儿。至于怎么做，决定权当然在你们自己。你父亲的去世是一段童年的不幸，但是在我们周围，我们看到过太多的因为自己童年不幸，但是奋发向上、不抱怨生活的人。我没有抱怨过生活，对，没有抱怨过，那是最好的。可是我们看到的是，在这3年，你一个学过本科、有本科学历，学的是外语，而且是俄语，你找点活翻译，可能都要比老崔现在的退休金还要高。可是你没有那么去做，因为没有人理解我，因为没有人给过我机会，没有人给任何一个人机会。机会是垂青那些准备接受机会的人的。我觉得刚刚您真的是在站哨不腰疼，这我用我们北京话说，您知道吗？您所谓的什么什么，我学过俄语啊，然后我不去找一好工作，你知道我没找过吗？你知道生活的艰辛吗？你知道生活的艰辛吗？不要那么，算了，我还可以容忍他，谁叫他是咱们的客人？其实你是男人嘛，男人就要容忍女人，您不认为吗？男人容忍自己爱的女人。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对你的容忍不来自我的性别，来自于我的工作。舒老师，通过老崔对他前妻的这种关系上的处理，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但是他在教育儿子这方面是个不成功的。儿子小的时候他没有照顾过孩子，结果就把孩子形成了今天这种报复性的消费。你对他也形成了一种那种愧疚式的养育，这本身都是扭曲的，这种心态就是扭曲的。所以我想，小雨对今后的婚姻充满了担忧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小雨，你这么年轻，你很珍惜这段爱情，如果你珍惜的话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你们这种家庭关系。如果你对你今后的婚姻生活真的充满了担心，充满了忧虑，特别是儿子回来之后，你很难接受，那么长痛不如短痛。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？听得懂。老崔，我也觉得，你如果要维系这种爱情，你已经年过半百了，你真的珍惜小雨，那么我就希望你孩子回来之后，你重新认识这个儿子，重新教育他，使你们的婚姻生活，包括你们的家庭生活能够幸福，能够和谐。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座位。
这就是小雨你要面对的。你爱的男人就是有这些历史，让他改变其实真的很难。你更年轻，你更朝气，相对于他来说，所以你变起来会比他容易啊。你可以变成你们生活的一个指挥者呀，仅供参考吧。这好像不是我的性格，也许时间能慢慢的改变吧，改变一切吧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现在我用一颗真心和红心和爱心来照顾你，来呵护你，保证以后不让你受委屈，让你有一个温暖的家，行吗，小雨？大哥，实际上这几年来，我心里边一直有一句话一直想说。其实我心里面想的最浪漫的事，就是能牵着你的手，跟你慢慢一起变老。但是没有想到发生了这些问题。今天咱们来到了这儿，袒露自己的心灵。我希望大家都以后都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。我希望咱们都能把这些过去的痛苦都能慢慢抹去。时间到了，两位请回，谢谢啊。请关门。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好他们的未来的这个爱情。来，各位，请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。你们觉得他们是应该继续往前走，克服一切往前走呢，还是就此停下步伐，开始各自的幸福生活？来，请表决。现场有93.02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不适合在一起，希望能够再沉淀一下哈。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谁打的？这件事太多了，从他也不跟我牵手，我也没有办法，这是一个不能相求的问题，这因为是爱情，也就这么办，我祝愿他幸福，我们也祝您幸福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老崔啊，以后也对自己好一点，好吧？谢谢您，回吧。